日本大鲸级是全球唯一完全取消 AIP、采用全锂电大型常规潜艇。日本全盘压上锂电技术，这套独一份的路线到底是黑科技还是致命的短板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服役的大鲸级常规动力潜艇，不仅是目前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更是全球第一款在设计之初就完全摒弃了传统 AIP 系统，全身心拥抱全锂电池时代的现代化水下杀手。大鲸级潜艇的每一项技术指标，都是为了在狭窄的第一岛链海域设下最致命的水下伏击圈。要理解大鲸级恐怖的战斗力，首先必须剖析它最具革命性的心脏——全锂离子电池动力系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被视为先进常规潜艇的标配。日本前代潜艇就大量装备了瑞典授权生产的斯特林闭式循环发动机。然而，传统 AIP 系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动力极低。斯特林发动机在水下只能提供区几百匹马力的功率，这意味着潜艇在不开启柴油机的情况下，只能以4到5节的龟速在水下蠕动。这种速度在平时潜伏或许够用，但在战时一旦被敌方反潜巡逻机、驱逐舰或者核动力的声呐咬住， AIP 系统疲软的动力根本无法支撑它进行高强度的战术摆脱，只能无奈地沦为水下的活靶子。大鲸级则走了一条极其激进且充满科技感的道路，它直接拆掉了繁琐、沉重且出力低下的 AIP 系统，将省出来的巨大空间全部塞满了高能量密度的锂离子电池。这一改动直接带来了常规潜艇梦寐以求的核潜艇级的瞬间爆发能力。锂电池的放电功率是传统铅酸蓄电池的数倍，甚至是数十倍。这使得大鲸级在水下不仅能够维持极长时间的低速静音巡航，更能够在遭遇突发战况时瞬间压榨出恐怖的动力，将水下航速直接飙升至20节。这种急速冲刺能力让大鲸级具备了常规潜艇极为罕见的战术机动性。无论是快速抢占有力的鱼雷发射阵位，还是在实施攻击后进行疯狂的高速水下撤退，大鲸级都凭借这颗强悍的电动心脏化险为夷。与锂电池相匹配的是，大鲸级同样迎来质变的充电效率。柴油机通过通气管进行充电时，是其最脆弱、最容易暴露的时刻。大鲸级换装了川崎重工最新研制的12伏25-31型高功率的柴油机，配合专门为锂电池设计的大功率发电机，以及重新优化设计的通气管系统，锂电池本身就具备极高的充电接收效率，能够像智能手机的快充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电量彻底喂饱。这使得大鲸级在战时浮出通气管充电的时间被压缩到了极致，大大降低了被敌方反潜卫星、雷达或者海上巡逻机捕获的概率，真正的做到了来无影去无踪。然而，空有爆发力是不够的，水下博弈的本质是盲人打架，谁的动作更轻，谁就能活到最后。大鲸级在动因和反探测层面上的堆料几乎触达了常规潜艇的天花板。潜艇内部最大的噪音源，那2台咆哮的柴油发电机组、各种大型水泵、液压系统以及机械转动部件，它们被整体安装在了一层层的完全隔震、由无数高弹性减震元器件支撑的复合结构平台上，这相当于给所有的机械振动穿上了最顶级的减震跑鞋。它们在运动时产生的剧烈振动，在传导到耐压壳体之前，就已经被这层浮动的地板消化殆尽。最终传导到海水中的机械噪音呈现断崖式的下跌，融入到了海洋背景噪音之中。在潜艇外部，大鲸级同样武装到了牙齿，全艇表面覆盖了日本最新研制的声学消声瓦。这种消声瓦不仅能够死死锁住潜艇内部残余的微弱噪音，更关键的是，它对外部主导声呐波的吸收率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当敌方驱逐舰或者反潜直升机投放主动声呐，疯狂向水下发射探测声波时，打在大鲸级艇体上的声波大半会被这层特种消声瓦直接吞噬和散射。
反射回敌方接收器的信号微乎其微，在敌方的声纳屏幕上，大鲸级就像是一个能够吞噬声波的水下黑洞，彻底玩起了灯下黑。在保障了自身绝对隐形的前提下，大鲸级还装备了被称为水下千里眼和顺风耳的顶级感知系统。潜艇想要先发制人，就必须拥有足够敏锐的触觉。大鲸级换上了自卫队最新研发的 ZQQ-8 综合声纳系统，这套系统的核心在于其无与伦比的信息带宽和运算精度。它不仅包含了安装在艇首、体积极其庞大的主被动球形阵声纳，还在艇体两侧布置了大面积的旋侧阵列声纳。配合艇内强大的计算机中央处理系统 ，ZQQ-8 声纳能够在一片嘈杂的海洋背景声、洋流声，甚至是过往商船的噪音声中，极为敏锐地剥离出敌方核潜艇极其微弱的轴频噪音和螺旋桨叶片声，从而在极远的距离上锁定对手。更有意思的是，大鲸级在指挥舱结构上的彻底颠覆。大鲸级全面普及了非穿透式的全光电桅杆。这根桅杆不需要在潜艇最核心的耐压壳上打洞，而是通过复杂的微型电缆将高清晰度的光学图像传回舱内。桅杆上集成了超高分辨率的红外热成像夜视仪、低照度微光电视、激光测距仪以及先进的电子支援系统。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潜艇在夜间和恶劣天气下的水面态势感知能力，还因为不用破坏耐压壳的完整性，顺便提升了潜艇的极限下潜深度和结构抗压安全性。当锂电爆发力、绝对静音和超强感知这三者完美融合之后，大鲸级便拥有了释放其致命火力的完美舞台。大鲸级的艇首装备了6具533毫米 HU-606 型鱼雷发射管，这是一个专门为了在大洋中猎杀大型水面潜艇和核潜艇而设计的致命火力网。大鲸级弹药库里的绝对主角是日本最新服役的18式重型鱼雷。作为老一代89式重型鱼雷的接班人，18式鱼雷进行了脱胎换骨级的升级。它采用了最尖端的光纤导引系统，在发射后，潜艇可以通过一根细如发丝的光纤，将声纳探测到的实时数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鱼雷，进行全程的人工干预和精确修正。更厉害的是，18式鱼雷换装了主动成像声纳自导头。传统鱼雷的声纳只能听到一个声纳的点，容易被敌方施暴的气泡幕、噪声声纳诱饵或者声学欺骗器给带偏。而18式鱼雷的成像声纳能够像眼睛一样，在水下勾勒出目标战舰的整体轮廓和形状，任凭敌方潜艇如何释放干扰弹，18式鱼雷都能够一眼看穿把戏。死死地咬住敌方军舰最脆弱的龙骨部位，一击将其击毁。除了在水下无坚不摧的18式鱼雷，大鲸级还具备强大的防区外远程打击能力。它的鱼雷发射管可以兼容发射 UGM-84L 鱼叉 Block 2型潜射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具备超过240公里的射程，并引入了 GPS 辅助惯性导航系统，这让大鲸级在不需要接近敌方核心防空圈的情况下，就能够在远距离上对敌方编队发动致命的隐蔽齐射。不仅如此，随着日本近年来防卫政策的激进演变，大鲸级的后续战力延伸更是让人警惕。目前海上自卫队正在积极推进将防卫省研制的12式岸舰导弹衍生型，也就是日本版的潜射长程巡航导弹整合到大鲸级的武器库中。一旦这项改装完成，大鲸级将彻底蜕变为一款具备上千公里对陆对海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水下战略纵深威慑平台，其战力将直接跨越常规潜艇的界限。在艇体结构和操作机动性上，大鲸级同样有着教科书般的经典设计。它完美继承了苍龙级标志性的 X 型尾舵。相比传统的十字形尾舵， X 型尾舵的4个舵面全部参与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转向控制。这种设计赋予了大鲸级极为优异的潜氧性能和极小的转弯半径。在风云变幻、水深复杂的浅海海峡或者第一岛链的各个水道中，X 型尾舵能让这个4000多吨的庞然大物像鱿鱼一样灵活，在复杂的潜水地形中自如地进行战术规避和潜伏。
而且 X 型纬舵的结构在潜艇坐底时不容易受到损坏，这也极大地增强了大鲸级在东海海域实施坐底死守、充当水下伏击暗哨的战术可行性。综上所述，大鲸级潜艇绝对不是一艘普通的常规动力潜艇，它是一艘将全锂电技术发挥到极致的高机动刺客，是一艘拥有浮动地板和先进消音瓦的静音幽灵，是一艘装备了光纤声呐与光电桅杆的线性化中枢，更是一艘手握18式重型鱼雷和潜射导弹的致命猎手。在未来的海洋博弈中，大鲸级将凭借其完全不需要依赖 AIP 的强悍爆发力、近乎变态的水下静音指标和极其强大的防区外打击火网，死死扼守住亚太海域的关键咽喉水道。不可小觑的大鲸级能否承担起日本水下力量的主导地位呢？你认为他的对手将会如何破局呢？评论区里聊一聊，请订阅我，下期节目更精彩。